二人走过去，跟着江城进了祠堂。一进祠堂，扑面而来的悲戚气息让魏无羡的心更加疼痛。他迈进祠堂那一瞬间，就看到了江厌离的牌位。江厌离死后，尸首立刻被金夫人强行派人接走，理由是他与金子轩已经成婚，生同榻死同穴，理应安葬在金家。但江城在江家祠堂照样设了一个牌位。魏无羡的眼前突然又出现了他永生难忘的一幕。江厌离推开他的手，睁大的眼，密密流血的喉咙，歪下去的头，满目都是血色的红，满耳都是师姐微弱的最后一次唤他阿羡的声音。他突然抱住了自己的头，蹲下了身子，低声喃喃道：“师姐，对不起。”魏无羡蹲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若被那群围剿乱葬岗的人看到，定不敢相信这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夷陵老祖。蓝忘机蹲下身子，把正在发抖的魏无羡搂在怀里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仿佛安慰一个哭泣的婴儿。等到魏无羡慢慢不再抖了，蓝忘机才扶着他站了起来。江城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看他们一眼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三人又静默了一会，魏无羡的一句话让江城看似平静的表面瞬间打破了。江城，师姐也许可以跟我们说说话。江城猛地扭过头，死死盯着他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疯了吗？魏无羡清清嗓子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蓝湛可以问灵。”问灵？江城在血洗不夜天时身心都受到重创，在床上连躺了3天3夜爬不起来。他之后也曾试着用江厌离生前心爱的东西招过几次魂，但并未成功。因为江家与蓝家并未有什么联系，江城并不清楚问灵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，更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问灵。江厌离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跟他好好说一句话，江城做梦都想再跟姐姐说说话。此刻听到可以问灵，他完全呆住了。半晌，江城的目光转向蓝忘机，蓝忘机冲他点了点头，肯定了魏无羡说的话。不过先说，若是师姐的魂魄已经进入轮回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总之可以试试。江城点了点头，既然确定可以，那么剩下的条件就是看江厌离是否已经魂归天地，魂魄是否回了莲花坞了。魏无羡给蓝忘机拿来了一个蒲团，让蓝忘机跪坐在上面，不至于弄脏白衣。在魏无羡和江城期待的目光里，蓝忘机拿出忘机琴，信手拨了2下试了试音，这才扬手，一串弦音从指尖流淌而出。他只弹奏了短短的一段，右手便撤离了琴身上方。一时之间，祠堂里寂静一片，三人都一动不动，凝神望着仍在颤动的琴弦。半晌，琴弦仍然未动，魏无羡和蓝忘机还沉得住气，江城已经开始急躁起来。怎么回事？魏无羡揉了揉太阳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别急，我说问灵可以，但是需要师姐亡魂在此，先等等。”江城看着凝神望着琴弦不语的蓝忘机，催促道：“韩光俊，你能再弹一次吗？说不定现在我姐刚到，刚刚没听见。”蓝忘机也不说什么，扬手又是一遍零零的弦音，短短一曲，顷刻便已奏完。三人的目光再次汇聚于琴弦上，期待着能有一根弦颤动，哪怕一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琴弦仍旧未动，江城终于崩溃了。“阿姐，停，别说话。”魏无羡一扬手打断了江城，江城立刻低手去看琴弦。此刻琴弦正在自发而动，弹出了一个音。师姐！魏无羡和江城同时扑到了地上，跪在蓝忘机身边，死死盯着琴弦。魏无羡扒住蓝忘机一边的肩膀，急切地问道：“蓝湛，刚刚是不是师姐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嗯。”江城立刻跪着转过身子，冲着空荡荡的祠堂大喊：“阿姐，阿姐，你在这儿对吗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你在这喊有什么用？问灵只能一问一答，你想问什么告诉蓝湛，让他帮你问啊。”江城转向蓝忘机，恳求道：“韩光俊，帮我问他，他现在过得好吗？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”蓝忘机颔首，扬手便是清冽冽的2、3声。片刻之后，琴弦响了8、9下。江城立刻问道：“
我姐说什么？蓝忘机忆道。江姑娘说你把金陵带得很好。江澄抬手遮住自己的眼睛，回想起江厌离走后的时光，他想起来了江厌离死在自己怀里时的无助。江澄看见了那么多血从江厌离的脖颈处流出来，他茫然地抬手去捂，却怎么也止不住。他听着魏无羡撕心裂肺的怒吼，心中恨意瞬间熊熊燃烧起来。是他勒死了我的父母，勒死阿姐，全都是他的错。那一夜，不仅魏无羡疯了，江澄也疯了。他背着江厌离的尸体，三毒刺穿了一个又一个凶尸的身体，只为了接近魏无羡，然后杀了他。但是直到力竭昏迷，他也没有成功。随着魏无羡的死，江澄的心也彻底木了。他一个人每日往返金陵台和莲花坞之间，幼年的精灵没有奶水吃，每日又哭又闹。江澄担心下人照顾不周，或是有意图不轨的人会在精灵的饭菜上做什么手脚，因此每日都亲自下厨房给精灵做吃的。待到精灵长大一些，每日四处乱跑，在江澄脾气的影响下，性格越来越乖戾。江澄怕他出事，每天都悄悄跟着他，白天跟着精灵，晚上还要御剑回莲花坞处理各种事情。江澄几乎夜夜睡不好，身体状况常常糟糕到极点，脾气也愈发暴躁。直到魏无羡再次出现，江澄深吸一口气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大吼一声：“精灵呢？跑哪儿去了？让他立马给我滚过来！”话音刚落，精灵立刻从院落门口拐进来，不耐烦地挥手：“说了马上到，马上到，催什么催？”江澄也不多说，大步过去，几乎是拎着他的领子，把他拖到了祠堂里。精灵踉踉跄跄，一边走一边大叫：“舅舅你干什么？我腿还没被你打断呢，我自己会走。”还没说完，他就看到了端坐在蒲团上的蓝忘机和依然扒在他肩膀上的魏无羡。一见蓝忘机的脸，精灵立刻想起来蓝景仪说过的他家奇葩的家规，不可大声喧哗，瞬间噤声。江澄把精灵扔到祠堂地上，让他面对着江厌离的牌位，冷声说道：“跪下。”精灵应声跪下，心中仍然对暴躁的舅舅莫名其妙。江澄低声道：“姐，阿玲来了，你们娘俩终于可以说说话了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精灵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蓝忘机的琴弦被他拨响，停了只一瞬间，很长一段琴音便紧跟着响起。精灵依然在迷茫中，魏无羡又耐心给他解释了一遍：“我阿娘现在在这儿，我可以跟她说话。”精灵的反应不比江澄好多少，此刻他的声音已经染上了哭腔。魏无羡走到精灵身旁蹲下，揽着他的肩膀道：“阿玲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”精灵眨了眨眼，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。开始是无声的，但是没忍多久，他的哭声就渐渐大了起来。他一边不断流出眼泪，一边伸出手去胡乱抹掉，似乎不想让眼泪留在脸上。精灵哭得撕心裂肺，比上次下乱葬岗时更伤心。精灵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阿娘，我是阿玲，你能看见我的样子吗？”精灵哭得惨，蓝忘机微微有些动容，但是很快他就冷静下来，信手拨了2、3声琴弦，这次琴弦几乎是立刻就响了起来。我看得到，阿玲长大了，很俊，和你父亲很像。琴弦不停地自发响着，蓝忘机跟着不停地忆了下去。阿玲，我和你父亲都很担心你，因此不愿意进轮回。我们想在你身边看着你成长，只要我们还能继续留在人世，我们就会一直陪着你。一阵清风从刚刚未合上的门中吹来，拂过精灵的脸颊，似乎是江厌离的手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独留人世的儿子。精灵又赶紧问道：“韩光觉，我阿娘说这么多话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”蓝忘机答道：“会疲倦，之后会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再问。”精灵赶紧道：“那让我阿娘休息吧，我们可以下次再。”不，蓝忘机打断道：“现在并不能确定江姑娘的魂魄还能停留在人世多久，一旦哪日突然消失，便再也无法问灵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阿玲，有什么话赶紧现在问吧，一会儿我也想跟师姐说几句话。”精灵吸了吸鼻子道：“阿娘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跟阿玲说的吗？”
蓝忘机拨了琴弦，琴弦再次自发响起，依旧是长长的一段。阿玲，你以后要和舅舅好好相处，不要逞强。